周二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应约与美财政部长耶伦举行视频通话。这是中美经贸沟通今年开启的第二轮通话。分析认为，考虑到美方一些人近期仍在中美关系多个领域频繁制造矛盾话题，此次通话细节表明，中美经贸团队在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通话精神，近期未受干扰，保持了稳定的沟通接触。而今年以来，在经贸领域的两轮通话表明，以务实的姿态推进沟通是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刘鹤与耶伦在视频通话中就宏观经济形势、多双边领域合作进行了务实、坦诚、建设性的交流。双方认为，世界经济复苏正处于关键时刻，中美加强宏观政策沟通协调十分重要。中方表达了对美国取消加征关税和制裁、公平对待中国企业等问题的关切。双方同意继续保持沟通。今年5、6月间，中美经贸领域交流中，中方牵头人刘鹤曾分别与美贸易代表戴琪和美财政部长耶伦通话。今年10月，中美开启第二轮通话。由于美方两部门各自分工不同，两次通话各有侧重。本月9日，刘鹤与美贸易代表戴琪举行的视频通话中，双方偏重于经贸领域的交流；而刘鹤此次与耶伦的通话中，双方继6月之后再度就宏观经济形势、多双边领域合作进行交流。近期中美关系面临的局面十分复杂，一方面，中美两国元首在9月10号的通话中达成共识，责成双方工作层加紧工作，广泛对话，为中美关系向前发展创造条件；另一方面，美方一些人近期仍在中美关系多个领域频繁制造矛盾话题。微信公众号陶然笔记认为，从这个背景考虑，表明中美经贸团队在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通话精神，近期未受干扰，保持了稳定的沟通接触。而10月的第二轮通话中，还出现了一个基调措辞排序的微妙变化。与5、6月间通话的消息稿相比，这一轮两次通话中，坦诚、务实、建设性的交流变成了务实、坦诚、建设性的交流。对此，陶然笔记分析认为，不要小看这个顺序变动，务实是理解中美经贸沟通基调的关键词。这个变化能反映出中美经贸团队在重启交流之后，双方的沟通向更深层次、更具体领域推进，更加广泛深入。最近两次通话消息稿详细提到中美经贸协议、取消加征关税和制裁、公平对待中国企业等内容，正说明了这一点。自从中美建交以来40多年，可以说经贸关系一直是中美关系的一个压舱石。要维护美国这个经济增长，当然需要来自这个中国的投资、中国的商品。所以，实际上中美关系一个很大的重要的支柱就是中美之间这种经贸合作要继续下去，让美国老百姓得益，这样才能美国的这个政客他也不会在这个中美关系上也会投鼠忌器，不敢使这两国的关系恶化，导致这个美国老百姓利益受损。此外，建设性也很重要。分析指，经济是影响当下美国内政外交的核心议程。耶伦也说过，拜登政府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经济复苏。就在通话前，耶伦还在劝美国民众莫慌，港口超100艘货轮排队，数十万集装箱积压的供应链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破13年纪录的通胀水平，都只是暂时的。而美国供应链危机和通胀解决是否暂时，中美合作很重要。今年1至9月，中美贸易额同比增长35.4%，现在美国制造业只占美国 GDP 总量的10.83%，再加上供应链遭遇瓶颈，劳动力严重不足，解决这些问题离不开中美合作。中美通话另一个变化是宏观政策沟通协调被再次提及。中美双方上一次提及中美宏观政策协调，还是在去年8月25日的经贸交流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本月12号发布的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预测2021年全球经济增长5.9%，相较7月预测下调了0.1个百分点。分析认为，时隔1年多时间再度提起，不仅说明务实经贸沟通切实推动中美关系向正轨回摆，而且反映出当前世界经济复苏面临极为严峻的形势，中美加强宏观政策协调沟通，正是搞好中美关系必答题的重要内容。目前，世界正处于这个疫情当中，经济复苏缓慢的这么一个状态。中国和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同时呢，两国现在这个经济增速都比较快，可以说
这两个国家的所采取的财政金融政策，会影响到整个世界经济的复苏，以及对对方国家的经济增长都会产生很重大的影响。所以双方的这种宏观政策的协调是非常有必要的。此外，在这次通话中，中方还表达了对美国取消加征关税和制裁、公平对待中国企业等问题的关切。美方此前曾表示，将启动有针对性的关税排除程序，并且不排除后续扩大关税排除的清单范围。商务部发言人束觉庭上周四曾表示，中方欢迎美方的有关举措。中方始终认为，取消加征关税符合中美两国消费者和生产者的根本利益，有利于世界经济恢复。双方经贸团队一直保持着正常沟通。中美在2020年初达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可以说到明年的1月份就要到期。双方在这个问题上，肯定必须得有一个做出这个新的决策，就是是继续履行这个协议，还是通过谈判签署一份新的协议，双方也要在这个领域达成一定的共识，采取一定的行动。事实表明，美国对华贸易战除了带给中国损失、恶化中美关系外，也割了美国企业的韭菜，并薅了美国消费者的羊毛。穆迪公司调查显示，对华贸易战让美国失去了约30万个就业岗位，平均每个家庭损失约600美元。美国对自中国进口商品加征的关税中，超过90%由美国企业和消费者承担。今年8月份，30家有影响力的美国商业团体也公开要求拜登政府削减对华商品加征关税，因为关税让美国企业和民众不堪重负。取消对华加征关税是理性选择。牛津经济研究院发布的2021年中美经贸关系报告中预测了取消关税壁垒对两国经济的积极作用。报告指出，如果中美将平均关税税率下调7%左右，美国的 GDP 将在未来5年增长1600亿美元。到2025年，美国将增加14.5万人的就业，每户美国家庭收入也将增加460美元。一连2天的第17届北京东京论坛周二圆满落下帷幕。此次论坛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在北京、东京同时举行。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和世界大变局的背景下，中日两国近100名嘉宾的讨论超越了中日双边关系，就中日关系、世界贸易等众多领域提出了许多务实的建设性意见。今年论坛以大变局下的中日关系及重塑国际合作，迈向邦交正常化50周年的思考为主题。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开幕视频致辞中指出，近日两国领导人的积极互动，为中日关系开辟新局点了题，也明确了两国关系下步发展的大方向。明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最重要的就是要重温邦交正常化的初心，恪守中日4个政治文件的精神，接续中日友好合作的使命。对此，王毅提出了5个努力方向：一是重塑互信，夯实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二是升级合作，实现两国更高水平的互利互惠；三是管控分歧，为两国关系稳定发展减负排障；四是扩大交流，改善两国关系的社会环境；五是加强协作，赋予两国关系更为开阔的视野。长期研究日本外交安保政策的上海学者束碧全告诉深圳卫视记者，去年以来，日本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发表了不当言论，使得中日关系出现倒退，为两国关系蒙上阴影。在日本新首相岸田文雄上任并与中国领导人通话后，两国关系有转暖迹象。因此，在这一背景下，王毅提出的这5个方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那王外长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发表这样一些言论，我想一个是对新的日本领导层提出一个期待吧，希望能够中日双方领导人能够共同的相向而行，共同维护中日关系的稳定。另一方面呢，也是可能是告诫日本的领导层要管控好中日之间的一些问题，防止中日关系呢再次出现滑向一个不好的或者恶化的方向吧。
北京东京论坛创办于2005年，每年一次，在北京与东京轮流召开，已是连续第17次举办。论坛在促进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增进两国民众相互理解与信任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今年的论坛期间，100余位来自中日两国政界、经济界、企业界、学术界、传媒界等领域的嘉宾，围绕双边政治与外交、经贸、安全、媒体、国际合作、数字经济等议题进行了对话，并就维护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致力于维护与发展地区的和平与繁荣，推进后疫情时代世界经济复苏，应对气候变化挑战，坚持和平解决争端，以及加强民间交流，达成6点具体共识。深圳卫视记者注意到，相较于前2年，今年出席论坛的嘉宾规模有所提高。中宣部副部长、国新办主任徐林在主旨演讲中指出，应以更广阔的视角和更立体的维度看待中日关系，把握发展走向，强化历史纵深的维度，铭记历史，借鉴启示。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在开幕演讲中说，国际政治和经济的重心正在从以欧美为中心的大西洋地区转向以东亚为中心的大洋洲、印度洋地区，这意味着我们所在的亚洲地区将变得更加富饶强大，国际社会的地位将变得更为重要。福田康夫提到，中美激烈竞争的现状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虽然美国仍是世界最大的经济和军事大国，但其在维护国际社会和平稳定方面正在转为有限参与。他在演讲中提到，时下有这么一种声音，说基于种种原因，日美和中国之间只能形成博弈关系，走向对抗是必然的。对此，福田认为，鼓吹日美和中国之间必然走向对抗的思维方式是愚者特有的，有可能将人类社会引向灭亡之路。树碧全认为，福田康夫的这番发言指向性很强，是说给日本国内那些秉持冷战思维、主张对华强硬的保守派人士听的。目前日本国内的保守派当道，目前的亲美派以及他的右翼势力对华强硬派都非常的强。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中日关系呢显然面临的一个挑战是非常大的。同时呢，日本国内的民众对华的好感度也是在趋于恶化的一个状态。那至少反映了就目前的两国之间的信任已经到了一个严重恶化的一个程度。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是确实两国需要做一些事情来个防止事态继续恶化。如何促进未来中日关系的发展？日本驻华大使垂秀夫在论坛上表示，从日中邦交正常化50年的历史中，有很多值得借鉴的经验。首先是双方敢于提出新的战略构想，其次是相互信任与尊重，即使立场不同，也应坦诚对话，加深互信。第三是推动国民的理解和支持。垂秀夫特别提到了年轻人在中日关系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他说，1984年3000名日本青年受中方邀请访华，1985年500名中国青年组成的友好之船代表团回访日本。而当时垂秀夫刚进入外务省不久，回想起当时的接待工作，满是美好。垂秀夫表示，双方应面向未来，开始着手重启青少年交流的准备工作。与此同时，日本国内的不确定因素也在增多。当前距日本国会众议院选举仅剩不到1周时间。刚过去的周日，日本举行了2场国会参议员补选投票，执政的自民党1胜1负。这次补选被舆论视为7天后众议院选举的前哨战。新任首相岸田文雄原本希望连下2城，展现驾驭自民党这艘大船的能力和人气，结果却遭遇红灯警报。按照共同社等日本媒体的说法，此次失利对岸田造成打击，势必对定于31号投票的众议院选举产生影响。日本时事通讯社预测，在本月底举行的大选中，自民党现有的276个议席将缩水，但仍有望获得超过233席的半数以上席位。此外，立宪民主党、日本共产党等主要在野党的议席数将有望增加。树碧全认为，此次补选投票对岸田来说是一个警醒，如果未来处理不好的话，他的执政将面临更大压力，甚至会影响到明年的参议院选举。这一次的一个参议员的一个补选，以及目前正在进行的一个众议院大选这都是岸田首相呢就任之后的第1场选举，所以对他来说，这场选举的话非常的重要。那这样一个参议员补选失利的话，对于岸田的一个内阁，以及对于自民党现在的众议院选举来说的话，都是一个不小的一个冲击。主要是对于明年7月份的参议院选举，
这个选举应该是最为直接的影响的。参加论坛的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所长、中华日本学会常务副会长杨伯江也提醒，明年7月日本参议院选举前，希望日本政治家不要受国内因素影响，不要黑化中国、抹黑中国。自由民主并不是西方的特权，日本在对华关系上过分强调和西方一致，这不是聪明的做法，是不值得夸口的。中国国防部日前官宣了中俄首次海上联合巡航圆满结束的消息，并表示巡航期间联合编队严格遵守国际法有关规定，未进入其他国家领海。但在周一举行的北京东京论坛上，日方与会嘉宾却对此发出妄言，引发中方坚决回应。另据央视披露，联合巡航期间有外国舰艇和飞机对编队进行跟踪侦查和情报搜集，中方舰艇依据相关国际法对其进行喊话警告，要求对方保持安全距离，不得干扰编队正常航行。This is Chinese Navy warship 101. We are conducting routine navigation. Please keep a safe distance from me. Over. 本月17号至23号，在完成海上联合2021联演后，中俄海军组成联合编队，自彼得大帝湾海域出发，横渡日本海，经金青海峡进入西太平洋，穿越大隅海峡后抵达东海海域，完成首次海上联合巡航。联合巡航期间，有外国舰艇和飞机对编队进行跟踪侦查和情报搜集，中方舰艇依据相关国际法对其进行喊话警告，要求对方保持安全距离，不得干扰编队正常航行。我们在对外通联的时候，不仅要反应快、够灵活，还要用语规范，更重要的是要铿锵有力、坚定自信，展现国家和军队的良好形象，非常有使命感。而在联合巡航即将结束时，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再次通报，日本海上自卫队发现中俄海军舰艇编队出现在高知县足折甲以南约180公里处海域，正向西航行。这次日方还第一次发布了海自拍摄的中俄海军舰艇编队的全家福照片。现在我们已经航行到了西太平洋上，在我身后的不远处呢，可以看到就是日本海上自卫队的飞机。中国国防部表示，巡航期间，联合编队严格遵守国际法相关规定，未进入其他国家领海。然而，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周一在与美国海军部长卡洛斯·德尔托罗会谈时，却针对10艘中俄海军几乎绕日本列岛航行一圈一事，表达所谓担忧。岸信夫还叫嚣，我国周边安全环境正在变得更为严峻。托罗则说，美日两国海军进行协作是重要的，今后将努力强化合作。日本内阁官房副长官基崎仁彦则表示，日本政府高度关注事态发展，将继续在日本周边海域和空域进行彻底的监视活动。此外，在周一举行的北京东京论坛上，日本自卫队前统合幕僚长河野克俊提及此事时称，中俄舰队围绕日本航行，这是日本所不愿看到的，声称日本海上自卫队舰艇从未通过台湾海峡，这是照顾台湾和中国大陆方面的感受。针对日方的妄言和质疑，中国军事科学学会高级顾问姚云竹反问日方，美国军队有一项永恒的原则，只要国际法允许，所有海洋都要航行，所有空域都要飞行，所有地方都要进行军事行动，日方是否也明确反对美国的这种原则？况且，中俄此次联合巡航完全遵守国际法相关规定，未进入他国领海。姚云竹表示，中方已解释过很多次，中国海军战略是近海防御、远海防护，并非要去全世界争取海洋主导权和控制权。中方只是要在近海防卫，保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当日本和美国经常搞各种各样联合军事演习的时候，这一点上也要适当的顾及周边国家的感受。这个环绕航行，这个美国没少做，联合军事演习日本更没少做。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要考虑一下下一步应该怎么做，更有利于中日友好。当日本把周边法案，包括钓鱼岛、台湾问题都放入它的美日同盟那个适用范围的时候，这个更要考虑一下中国的感受。这个比巡航什么的象征意义更大，实质意义更不用说。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相对低调的美国方面也终于在周一表态。五角大楼发言人约翰·科比在被问及如何看最近的中俄海上军事演习时说：“总的来说，我们对军事演习没有问题，我们一直都这么做。”不过，他还补充道：“我们将继续与我们在该地区的盟友和伙伴合作，并宣称我们相信这些联盟和伙伴关系是美国拥有的真实、独特的优势。”美国知名战略智库兰德公司在10月发表的一份最新研究报告就指出，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将继续加强，美国军方需为中俄加强军事合作的成果做好准备，以应对所谓最终可能会发生的联合军事行动。报告认为，华盛顿和美国军方在影响中俄关系轨迹方面能做的事情少之又少，但仍提出了几点建议。首先，考虑到中俄军事技术合作的可能性，美国军方必须做好准备，应对两大主要战略竞争对手越来越复杂的武器系统。其次，美国军方应该有心理准备，在区域外或应急行动中更常遇到中国和俄罗斯军队。美国应该重新评估应急计划，并发展适当技能，在非对抗性的基础上与中俄接触。中俄没有联盟，中国和俄罗斯也不可能成立正式的军事联盟。这种呢，是我们属于全球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推进过程中，所在军事安全领域的进一步的协作，这是伙伴国之间的合作。它的性质明显迥异于美国及其盟友之间的一些军事行动。兰德公司作为一个霸主国的主要的军事战略智库，发出这种声音，显示存在感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也没什么奇怪，中国也可以不 care。周一，美国太平洋舰队还在其官网上说，美日双方在南中国海展开海上保安行动，包含水面和空中部队之间的协调战术训练、海上加油和海上打击演习。太平洋舰队称，海上合作交往与美国航母在南中国海展开的行动是美国海军在印太地区日常存在的一部分。不过，美方联合盟友在多个海域的密集行动也增大了对周边国家的安全风险。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吴健。吴先生你好。对于中俄联演和后续的海上联合巡航，美军只是回应了一句“我们一直这么做”。那么在您看来，这其中蕴含了什么样的意味呢？这既说明中俄海军规则内的舞姿无可挑剔，也暴露出美国海洋规则的运用完全是基于冷战式的集团对抗思维。近10年来，中俄海上联合演习大家看得很明明白白。尽管演练的水域从中国的黄海开始，最远延伸到欧洲的波罗的海，但哪一次是带有明显的第三方针对性呢？哪一次不是集中在像联合救援、泊地防卫、护航等等非敏感科目？即便这些年增加了联合反潜、防空等实战科目，但都属于防御性质，并且科目演练的水域也多集中在自身近海专属经济区，避免对同地区国家造成影响。请注意，中俄舰艇在公海上的航渡活动始终遵守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相关要求，包括日本人念兹在兹的津轻海峡，两国舰艇都是连续不间断的快速通过，丝毫没有抵近侦察或者蓄意生事的意涵。这也反映了中俄演习的非对抗性。反观美国海军呢，他这样的航行纯粹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为什么呢？他们的军舰不是在关键海区游弋，就是到别国家门口刻意逗留，甚至传出过用火控雷达锁定目标的危险临界点。实际上，根本没签过海洋法公约的美国，却从不脸红地用公约为自己的自由航行权辩护，利用法律的灰色地带攫取军事利益。按照美国会既有的解释，只要美军政高层认为对公海自由航行有威胁，就算威慑对象是盟国，也会照样实施所谓的自由通航宣誓，而最好的还要拉一帮盟友跟班，凸显其合法性。多年来，美海军的基舰频繁抵近别国领海活动，维护所谓领海无害通过权。但问题是，许多美舰要么自带核动力，要么携带核武器，明显违背了包括日本在内的大批国家甚至美国盟友的非核法律规定。可是呢，
美军仍要蛮横地奉行领海无害通过，这充分说明了美国口中的遵守规则，完全与中俄不是一回事。在中俄海军大约1周的联合编队航渡期间，有日本舰机就曾抵近侦察，中方舰艇则依据国际法喊话警告，要求对方保持安全距离。那么您在其中观察到了哪些细节呢？我也接触过曾参与中俄海上联演并亲历过第三方抵近侦察的朋友，他们说的3点：不惹事、不怕事、不吃亏，很有味道。公海行动受外方舰机干扰或侦察是常有的事，培养熟练的应对能力也是战斗力生成的一部分。比方说，我海军这些年特别注重学习国际法规与涉外礼仪，无论依照海上相遇规则同外界进行避碰沟通，还是利用无线电16频道同外界交流除了军事之外的生活话题，这都体现了一个大国海军的风采。如果真遇到挑衅，我们的手段也是多样的。比方说，一旦碰到有外机跟踪监视，恶劣到有掠过桅杆这种行为，我们不仅会同步安排取证部署，还会根据海上的风向及目标机的态势，进行舰艇突然转向加速，利用机舱浓烟瞬间将挑衅飞机笼罩，从而压缩对方的视距，迫使其大幅度转向撤出，无法对我舰进行全方位拍照侦察。我仔细观察这一次中俄航渡编队遭日舰跟踪监视的画面，我们的反应是有理有利有节的。请看这一张，近处是我方动五4 A 滨州舰，远方是日本的高波级驱逐舰，双方的距离大致控制在2海里，属于安全控制范围，而没有出现军机近飞侦察的干扰。可以判断，这个时候我方没有实际动用战备程序处置外军舰机。从我了解到的经常和日本海自打交道的俄太平洋舰队的情况看，俄方对抵近的日方舰机一般是采取远程发现、联合识别、互报意图、适当警告乃至机动规避这样的方式为主。至于信号弹警告、武力拦阻这种情况就比较少，包括舱面武备一般不对准目标。从这个角度看，我认为这次演习以及在伊岛链的联合航渡，充分增进了中俄两军互信，也提高了两军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的能力与决心。主持人，好的，谢谢吴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香港第7届立法会选举将于12月19日举行，提名期周6展开，为期2周。作为完善选举制度后的首场立法会选举，外界对于新一届立法会有哪些期待？一个由多元声音组成的爱国爱港立法会能为香港的长远发展带来哪些助力？陈诚心、陈斌在线分析。香港将于12月19日举行新一届立法会选举，而提名期将于本周6展开，为期2星期。这是香港在完善选举制度后的首场立法会换届选举。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周二在行政会议前呼吁有抱负的人积极参选，并表示已责成選舉管理委員會切實改善立法會選舉投票日的安排。政制及內地事務局作為嗰個選舉嘅政策嘅部門呢，亦都會全面配合選管會嘅工作，包括喺需要揾票站啊，或者係其他嘅安排嗰方面。總的來說咧，喺未來8個禮拜咧，我哋就會進入去投票日。咁喺呢度亦都率先呼籲咧，所有已經登記嘅選民，亦都係應該踴躍去行使佢嘅公民權利，參與呢一場喺完善選舉制度之後嘅第一場嘅立法會換屆選舉。林郑月娥提到，此次立法会换届选举属完善选举制度后3场选举中最大规模，议席扩大至90席，令参政机会更多，保障爱国者治港，提升政府管制效能。呼吁有志有抱负、认为香港管制有提升空间的人积极参与选举，选民踊跃投票。在这样的一个选举新制度改革下，政府官员、民意代表和普通的香港市民，他们之间的这种共话发展共去针砭时弊这样的情况可能会越来越多。其实香港是不缺人才的。
根据香港特区选管会周一发表的立法会选举指引，定于12月19日举行的第7届香港立法会选举的投票时间较往届缩短1小时，投票时间为上午8点30分，与往届相比推迟了1个小时开始，直到22点30分。选举事务处计划在全港10个选区设立共超过620个一般投票站。由于选委会界别采用全票制，每名选委必须选出40名候选人。至于选票投票时间将较以往缩短1小时，选管会解释，因为此次立法会换届选举会采用电子选民登记册系统及其他改善措施，所以将投票开始时间推后1小时，让投票站工作人员有更多时间对相关设备，包括数据网络连接的设置进行最后检查。此次选举也是香港完善选举制度后的首场立法会换届选举。周一，林郑月娥在出席一场论坛活动时表示，香港如今已回到一国两制的正确轨道，相信香港只要坚持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一定枝繁叶茂，肯定能继续成为国家的掌上明珠。大家也不用太担心再出现难以管控的局面。他还说，现在是做事的时候，希望第7届立法会选举会看到更多有志之士愿意投身参政，包括时常批评政府的人，并表示特别欢迎有为的年轻人，希望在明年1月1日迎来的是一个有多元声音的议会。民心是最大的政治，那青年的政治意识呢，也是一个地区发展的一个重中之重，把不同制度下的民主元素做相互的协调，共同发展，取长补短。这也是香港民主的一大特色，也是将来未来可以在香港民主发展上做出很大贡献的一个点。林郑月娥还强调，新选举制度并非要搞清一色或一言堂。例如，在部分专业界别，如社工、教师、会计、法律等，只要符合爱国者治港，欢迎这些界别的专业人士参与。虽然地区直选议席比过去少，但双议席单票制的安排容许不同政治背景的人参与，为香港创造未来。香港基本法附件修订后，香港立法会议员地区直选由35席减至20席，5选区改为10选区。每区有2个议席，最高票数的2名参选人当选。双议席单票制可增加特区政治局面的稳定性，并有利于政党的长远发展。它是对选区做了一个更加精细的划分，那么它是在鼓励小党，你就要通过和大党去结盟，以这种政治结盟或者政治融合的方式，你去拿到席位，你去共同的去参政议政啊。那么其实是在鼓励香港的这种政治的风气，或者说政治生态，它向着求同存异，向着求取共识这样的一个方向发展。所以我们看到中央在做这样的一个顶层设计的时候，其实是非常好的考虑到了一个广泛代表性和均衡参与性的一个平衡。值得一提的是，本场论坛是林郑月娥手肘轻微骨折短暂休假后出席的首个活动。第6届香港立法会会期将于本周末届满。为进一步加深港人和国家认同的民族自信心，以时代精神耀香江为主题的系列活动，近几个月来在香港陆续举办。此前的宇宙天团访港、航天员与香港学生天地对话等活动都受到热烈欢迎。而自本周1至周6，以大国建造为主题的活动也隆重登场。除了大型主题展览外，由多位国家建筑专家组成的建造天团走进香港多所高校举行报告会，并参观和走访香港重大民生工程，让香港市民了解国家建造的发展历程，提高国家身份认同和民族发展自信。建造天团周二参访的首2个项目是正在建设中的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以及将军澳海水淡化厂。即将完工的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坐落在西九文化区，是习近平主席见证签约的肩负着文化传承重任的项目，由故宫博物院与香港西九文化管理局合作建立，同时也是北京故宫博物院在内地以外的首个合作项目。7层高的博物馆主体大楼展现出上宽下巨、顶虚底实的中国传统建筑美学特点。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也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到的重点文化项目。承建方中建国际的负责人表示，博物馆的设计理念结合了传统中国示意文化、传统中国空间文化以及当代香港都市文化3大元素，承载着以建设设计诠释历史、以建筑空间守护文物的特殊要求和意义。中国建筑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助理总裁黄江
征介绍，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项目于2019年4月开工，经历了2019年社会事件和2020年的疫情，在多方的通力合作和保障下，项目才得以顺利实施。更重要的一点，我觉得是我们对这个项目充满了一种使命感。我们认为故宫项目它承担着中国文化的传播发扬的这么一个重要的一个使命。我们自己呢也有非常大的责任感，要确保这个项目的顺利完工。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预计将于明年7月对外开放，现已定下9个开幕展览。届时，博物馆也将成为维多利亚港旁的香港文化新地标之一，促进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今年10月，香港博物馆团队已经进驻，同步开展有关工作。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介绍，已经和国家有关部门商定文物清单，并报送审批。清单中有900多件文物，包括陶瓷、青铜器、书画等，其中166件是国家1级文物。我们非常有信心，博物馆可以在明年7月开幕给公众，也作为庆祝香港回归25周年一个重点项目。另一个由中建集团承建的香港将军澳海水淡化厂项目，是解决香港食水问题的重大民生工程，将开启香港主动产水的新时代。第1期工程预计在2023年投入运作，届时日产淡水13.5万立方米，可以满足香港100万居民日饮用淡水需求，为香港优化水源结构、平衡水源不足以及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战略性保障。而工程建设完毕后，承建方中建集团还将参与承担未来15年的运营，并会把这种模式推广到大湾区其他城市。相信呢，在我们合作伙伴一起共同努力之下呢，能够将这单项目呢运营好、发展好。而且我们自己有个目标，我们做好产学研，将来这单项目完成之后呢，我们要将相关的技术和经验推广到大湾区去，拓展大湾区的市场，甚至是走向“一带一路”，拓展“一带一路”的市场。此次重点民生工程走访活动还将包括沙田污水处理厂、网岩洞2期工程，已建成的香港临时医院、香港儿童医院、香港迪士尼乐园和香港中环湾仔绕道系列工程。另外，中国工程院院士肖旭文、中建国际医疗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毅、中建3局总工程师张坤、中建西北院总工程师赵元超等建筑专家，作为大国建造筑梦未来校园报告会的主讲人，先后走进香港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为香港大学生讲述中国建筑的发展成就和建筑之美。周二下午，曾担任2020年中央援港抗疫2院项目负责人的中建国际医疗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毅，在香港理工大学以“时不我待，创新为魂”中央支援2院项目建筑科技的创新实践为报告主题，对香港学子讲述在新冠肺炎疫情下，中央支援香港临时医院及社区治疗设施项目建筑科技的创新实践。在与观众互动时，张毅分享了项目建设中的感人故事。在港版方舱医院建设时，香港司机每天去内地生产方舱的工厂拉货，因场地限制，要人工搬运80公斤重的钢板，香港司机也帮忙动手搬运。当时中午吃饭的时候，同事就看到他们，为什么趴在那儿吃呢？是因为呢，这个手举不起来，手一勺子把饭舀起来以后呢，手就不停地在震，这所有的饭都倒到地上去了。这个当时同事问他可以帮他做什么，他说不用。他说呢，之前呢就一直没有机会，现在国家需要呢，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呢，他是义不容辞的，他全力以赴。这个是我非常记忆犹新的一个事情。祖国在任何时候都是香港最坚强的后盾。去年8月，第3波新冠肺炎疫情在香港肆虐，中央政府为帮助香港抗击疫情，接受特区政府请求，紧急支援香港。香港临时医院项目和社区治疗设施项目是中央支援香港3大抗疫项目中的重要2项。项目是中央要求、香港所需、深圳所能的中央援助同心抗疫工程，由深圳援建按香港永久建筑标准实施，建设模式在香港属首次。今年1月20日，2院顺利完工，这也标志着中央支援香港抗疫3大项目的全部完成，对香港抗疫及恢复经济民生贡献重大。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
陈先生你好。香港特区政府已公布立法会选举指引，特首林郑也说香港已经回到了一国两制正确轨道。那么您怎么解读呢？主持人好，林郑的说法呢是高度概括的。香港呀，现在回到了一国两制的正确轨道，这呢主要是相对于修例风波的乱局而言的。那么香港呢是怎样回到一国两制的正确轨道上的呢？就是呀，在中央的坚强有力领导下，那么在香港呢实施国安法，对极少数反中乱港头目和勾结国外势力颠覆政权的人呢依法惩治。那么香港呢就实现了有乱机制的转折，社会秩序恢复，这个营商活动呢正常化。那么在此基础上呢，中央主导完善香港选举制度，从体制上确保爱国者治港，这个贤能者出马，把忠诚和能力叠加起来，改变着香港的政治生态。林郑说呀，只要坚持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一定枝繁叶茂，香港肯定呢能继续成为国家的掌上明珠。香港国安法和新选制就是一国两制之根之本。通过新选制呢，遴选出的这个特区治理团队将实行良政善治，把香港呢推向繁荣稳定新境界，也就是林郑所比喻的枝叶繁茂。香港呢已经成功的举行了这个选委会选举，接下来呢是立法会选举，也非常的重要。立法会议员呢将审理政府提案，关切民众诉求，是香港治理的重要环节。还有啊，明年的特首选举。那么这3场选举以后，香港呢将切实开启由治到兴的新征程。而这3场选举其实呀，就是香港由治及兴的开篇之作。香港特区政府选举管理委员会发布了立法会的选举指引，不仅呢讲明了选举规则，也是希望选民呢积极参与，把能人贤者选出来，为香港创造美好未来。香港选民们呢，到时请积极的去投票吧。那么选出的议员素质如何，将影响香港的治理水平，也会直接的影响每个人的工作和生活。